很多人覺得買德系車引擎就一定妥當，不容易壞，對吧？那你可能想得太美了。德國有些引擎真的設計得太走火入魔，複雜到跟迷宮一樣，連天天在摸車資歷很深的神級黑手師傅看到都有心理陰影，寧願推掉不轉。接下來這15顆德國引擎，只要開進修車廠，絕對都是大工程。只能說德國工程師有時候追求創新，追求到瘋掉，搞出一些反人類的設計，折磨死第一線修車的。這裡面有些確實成了傳奇，但另外一些根本是車主的噩夢結晶。講到 BMW 的 N63V8 雙渦輪引擎，當年根本是 BMW 對未來技術的一場豪賭。它採用了非常大膽的 HOT-V 設計，直接把2顆渦輪塞進 V 型氣缸的夾角裡面。BMW 原本的算盤打得很精，覺得這樣不僅馬力更強，引擎體積還能縮小。在實驗室測試的時候，數據都很漂亮。結果一上路，直接變成了一整代車款的維修噩夢。在台灣這種走走停停又濕熱的環境 ，N63 的災情更慘重，因為空間塞太滿，引擎室散熱極差。沒多久就開始瘋狂吃機油，甚至連正時鏈條都提早下崗、提早磨損。當時各大保養廠最常接到的狀況就是車子冷車啟動狂抖，發出異音，不然就是渦輪直接下課。加上引擎室空間擠到爆，連換個消耗品這種例行保養都難拆到爆，簡直在考驗黑手師傅的耐性。後來 BMW 頂不住壓力，還大動作推出了好幾次俗稱顧路關懷專案的服務補償，幫車主召回免費升級改良款的氣門式蓋墊片。渦輪油管跟改進版的鏈條張力器，即便如此 ，N63 在很多台灣修車師傅眼裡，依舊是個活生生的教科書級反面教材，告訴你技術還沒成熟就急着量產下場有多慘。再來看看賓士的 OM651，這顆 2.0 到 2.1 升的4缸柴油引擎。當年可是賓士為了兼顧馬力與省油的野心之作，研發那陣子正好流行小排量渦輪 downsizing 跟模組化設計，賓士打算把它當成萬用神機，不管橫置縱置，從入門小車、主力轎車到載貨的商用車，通通塞這顆引擎。結果野心太大，反而踢到鐵板，很快的这顆引擎就成了各大修車厂的常駐 VIP。先是噴油嘴寿命超短，再來是 EGR 廢氣再循環閥，動不動就積碳卡死，甚至連正時鏈條也跟着提早下課。尤其是早期年份的車，只要進廠維修，師傅就得在繁雜的零件迷宮裡捉迷藏，還得應付原廠一堆召回令跟找不出原因的盲測抓漏。雖然後來賓士緊急修改零件，搞了各種善後補強，但 OM651 毛病多、超難搞的燙手山芋形象，早就已經深植在許多台灣黑手跟車主的心裡了。福斯的 1.4 TSI 代號 EA111， 當年打着小排量渦輪新時代的旗號風光登場，結果最後卻淪為科技白老鼠與滿身通病的代名詞。尤其是早期採用正時鏈條而非皮帶的版本，災情簡直慘不忍睹。正時鏈條會隨着使用被拉長，導致點火正時跑掉，甚至還會發生跳齒，直接把氣門撞爛，搞到整顆引擎報廢大修。不僅如此，這顆引擎還有渦輪故障、活塞裂掉、爆活塞以及增壓壓力控制失效等一堆毛病。特別是那顆結構超複雜，同時塞了渦輪跟機械增壓的雙增壓版本，在紙上數據看起來是兼具省油與鋼炮動力的全能神器，但在修車廠眼裡，它根本是個隨時會炸開的定時炸彈。當年無數台灣車主都經歷過引擎點亮、點燈、亮引擎燈、鎖檔沒力，然後無限循環修車的痛苦。雖然福斯後來痛定思痛，換了改良後的 EA211 系列，但 EA111 早就成了經典反面教材，血淋淋的證明了技術野心如果少了耐用度測試，最後買單的都是車主的眼淚。如果你覺得今天分享的內容實用、震撼又精彩，千萬別忘了點擊訂閱，開啟小鈴鐺，這樣才不會錯過任何最新影片。我們一起深入挖掘汽車歷史上的科技秘辛，有時候手弄得髒兮兮，但對車的熱血絕對不變。再來看看另一個讓修車廠師傅修到抓狂的魔王級引擎——保時捷的 M96 水平对卧引擎。這顆心臟主要搭載在早期的911代號996以及 Boxster 代號986身上。作為保時捷歷史上第一款水冷式量產引擎，它不僅代表了一個時代的轉折，也是一場走在鋼索上的技術冒險。其中最惡名昭彰的就是俗稱 IMS 軸承的中間軸軸承損壞問題。這玩意兒只要一掛掉，基本上就是直接炸引擎，整顆報廢大修。但慘的還不止這個，氣缸襯套漏水、活塞偏擺磨損，俗稱 Coben Keeper 曲軸箱微幅龜裂，還有永遠修不好的漏油，通通都在這顆引擎的故。
仗全家桶。名單裡雖然這些車款的操控與駕駛樂趣到今天依舊是傳奇，但現在任何人想入手二手車，只要想到那突破天際的維修保養成本，熱血馬上被澆一盆冷水。雖然後來保時捷有做了一些小改款修正，但這些先天缺陷早就讓 M96 成為老司機與黑手師傅眼裡德國跑車史上最讓人頭痛的一頁。接下來，這顆 BMW 的 N47 柴油引擎，當年原本被寄予厚望，打算承襲前代4缸柴油機的耐操傳統，一口氣塞進了從1系列到5系列的各款主力車型。結果才過幾年，它就直接變成了車圈人人聞之色變的正時鏈條大災難。它的問題不只是正時鏈條很容易提早磨損拉長，更瞎的是 BMW 竟然把這條鏈條設計在引擎的後半段。一般的車鏈條在前檔，拆開前面幾分鐘就能搞定，但 N47 只要鏈條一出事兒，對不起，師傅得把整顆引擎調出来，把变速箱拆開才有辦法換。尤其是早期年份的车款災情最慘，後期的車也沒能完全幸免。現在只要車子冷車啟動，一陣狂抖，傳出刺耳的啦啦聲，金屬摩擦異音，修車廠師傅一聽就懂了，這絕對不是什麼普通的例行保養，而是一個要在維修車位上躺好幾天，跟動大手術沒兩樣的超級大工程。雖然原廠後來搞了召回跟技術改良，但 N47 早就成了汽車設計史上的經典反面教材，完美示範了什麼叫做一個反人類的腦殘設計，直接毀掉一顆原本底子很好的引擎。接下來看看奧迪的 3.0 TFSI 代號 EA837， 这顆 V6 引擎很不一樣，它不玩渦輪，而是採用機械增壓。當初奧迪的構想很明確，就是要大馬力、精緻的運轉品質，跟隨傳隨到的線性動力。說實在的，這顆引擎平常開起來真的很爽，扭力飽滿，開起來又沉穩。但只要一打開引擎蓋，各大修車廠師傅的噩夢就開始了。它的引擎室空間擠到爆，零件密度高到不可思議，想碰個耗材都沒地方下手。台灣車主最常遇到的通病，直接拿來當檢查清單：水幫浦漏水，水箱精漏個不停，節溫器水龜卡死不作動，還有2次空氣幫浦動不動就亮引擎燈，因為裡面設計的太擠太盤根錯節，每次維修都像在用手指變魔術，修到師傅心很累，甚至連資深黑手都吐槽，為了換個看起來很簡單的小零件，得把整個車頭、車鼻頭、水箱支架全部拆光光，變成俗稱的車頭維修模式。雖然奧迪車主都很愛 EA837 那強悍的性能，但只要車齡一到，進廠保養維修，那張工資大於零件的維修單，絕對會讓你狠狠交一筆痛徹心扉的學費。再來看看賓士的 M271 機械增壓引擎，這顆 1.8 升的4缸心臟是當年賓士小排量增壓車的主力。在台灣街頭常見的 CC Class 和 E Class 身上幾乎隨處可見。雖然它的本體設計還算扎實，但早期的版本卻讓許多車主和修車廠愛恨交加。最嚴重的罩門就是那條惡名昭彰的正時鏈條。這條鏈條用久了非常容易被拉長，一開始可能只是覺得車子開起來變沒力，但如果不管它，最慘的下場就是鏈條跳齒，直接把氣門撞爛，搞到整顆引擎報廢大修。對許多台灣黑手師傅來說，只要這台車發動時冷車啟動傳出啦啦聲，金屬摩擦的鏈條異音就是一個強烈的警告訊號，絕對要張大耳朵仔細聽。另外，引擎裡面的塑膠導鏈板、夾鏈板也是個不定時炸彈，這片環保材質塑膠只要脆化斷裂掉進去，同樣會引發嚴重的連帶災情。再來聊聊搭載在福斯 T5 箱型車身上的這顆 2.5 升 R55 缸柴油引擎。在台灣的修車界，它絕對是個傳奇，不過是讓人邊修邊飆髒話的那種。在數據上，這顆擁有130到174匹馬力的5缸柴油機是個十足的扭力怪獸，推動沉重的 T5 骨架輕輕鬆鬆。但只要一掀開引擎蓋，它就是黑手師傅的終極噩夢。這顆引擎塞得超級低，超級裡面密密麻麻，很多保養維修如果不用原廠特殊工具，就得要把周邊整個大卸8塊才有辦法施工。更不用說它最獨特的齒輪傳動系統維修了，只要動到它，得先拆掉一整坨密密麻麻的周邊零件。這顆 R5 引擎的壽命更是個玄學，有些車運氣好，在台灣機場接送天天操，開了40萬公里都沒事兒，但有些車才跑個15萬公里就直接大崩盤、縮缸、水幫浦漏水，甚至氣缸蓋裂掉，通通來。現在更慘的是零件價格貴到飛天，因為很多原廠正廠零件早就斷料，根本買不到了。今天在台灣，如果你還開着搭載 R5 引擎的 T5， 那他真的是個忠實的老夥伴，前提是他今天沒有發脾氣壞掉。
接下來看看歐寶 Opel 的 2.2 Direct Ecotec 引擎，當年它被寄予厚望，當做經典 Ecotec 系列的現代化大改版。虽然打着新时代缸內直噴技術和現代化架構的招牌，看起來很有搞頭，但一到實際用車環境，這顆引擎的散熱系統根本頂不住它的高溫，熱害嚴重。最慘的是，它還同時集結了正時鏈條、張力器鬆掉，還有活塞、油環磨損等一堆弱點，加在一起直接變成引擎報廢大禮包。而且這些毛病通常是溫水煮青蛙，最後一次給你大爆發。它最經典的通病就是瘋狂吃機油，而且隨着里程數增加，機油越吃越誇張，再加上那條正時鏈條不僅容易被拉長，還因為材質搭配不當，開一開就會傳出刺耳的喇喇聲，金屬摩擦異音，最嚴重甚至會直接跳齒，導致引擎當場報銷。所以在台灣的修車廠裡，這顆引擎被公認為荷包殺手。有時候師傅只是想拆開氣門室蓋做個例行檢查，結果一看裡面慘不忍睹，當場被迫升級成引擎大整，整顆翻修。現在只要有黑手師傅接到這台 2.2 Ecotec， 心裡都清楚，這完全是碰運氣。運氣好只是單純換個機油，運氣不好，今天就得直接準備烙引擎了。接下來這顆是讓無數車迷高潮，卻也讓修車廠師傅修到靈魂出竅的神獸級心臟 BMW S85 V10 引擎，它是傳奇性能車 E60M5 的靈魂，完全是一件瘋狂的尖端科技藝術品。5.0升 V 型十缸，轉速可以一路瘋狂飆破8000轉，這顆承襲了當年 BMW F1 賽車血統的自然進氣怪物，完全是為了極致性能而生。但這種不妥協的代價就是複雜到反人類的機械結構。這顆引擎最著名也最致命的罩門，就是俗稱大小波斯的连杆軸承磨損。只要車主稍微延誤保養，或是機油油质不對，波斯一磨穿，整顆 V0 引擎當場直接報廢。另外 BMW 著名的 Venos 可變氣門正時系統，在這台車上也是出了名的傲嬌，不是電子電磁閥故障，就是電腦軟體搞自閉，再加上當年那套反應很笨、脾氣又硬的 SMG 序列式變速箱，兩者加在一起，開起來雖然激情，修起來真的會讓人想哭。甚至連它的車載電腦也常常莫名其妙跳出一堆跟密碼一樣的故障碼，搞得整台車像有超自然力量一樣，幾乎沒有第二顆引擎能讓人愛得這麼轟轟烈烈，卻又恨得咬牙切齒。畢竟當你決定入手一台 E60M5， 你就等於簽下了一紙跟極品傲嬌女主角交往的賣身契。接下來看看奧迪的 4.2 升 V8 引擎。這顆當年在奧迪 S4 身上服役的心臟，紙面數據真的沒話說，馬力飽滿 V8 聲浪渾厚，組裝質感更是頂級。但只要掀開引擎蓋，裡面的維修陷阱多到能讓你直接破產，這顆大心臟的熱害非常嚴重。高溫不僅會導致機油變質，引擎室熱氣散不掉，還會加速周邊零件的老化。不過它最致命的設計是那條藏在引擎後半段，直接貼着防火牆噴水擋板的正時鏈條。這意味着什麼？意思是只要車子跑超過15萬公里，鏈條張力器壽命到了想換新，對不起，師傅沒有別的部署，整顆引擎必須完全調出來烙引擎才有辦法施工。這種極度反人類的維修工時，直接讓任何小感冒都變成幾十萬起跳的天價維修單。更扯的是它那驚人的吃機油通病，很多老車開個1000公里就能吞掉好幾公升的機油。這顆奧迪 4.2 V8 簡直是把既駕駛樂趣與修車挫折感完美擠在同一個空間裡的終極代表，尤其是你想挑戰自己 DIY 操刀的時候。最後我們來看看這顆天花板級的神物邁巴赫 Maybach 的 V12 雙渦輪引擎，它是賓士當年為了对抗勞斯萊斯幫旗下頂級奢華品牌量身打造的技術結晶。這顆代號 M285 的怪物擁有 6.0 升大排氣量，雙渦輪增壓，36氣門，能瘋狂炸出550匹馬力跟破100公斤米的超恐怖扭力，超過900歐規牛頓米。最厲害的是，它運轉起來居然跟貓叫一樣安靜。但這種極致奢華的代價，一般人根本想象不到。這顆引擎的複雜程度，連賓士原廠最資深的神級技師看到都會倒吸一口涼氣，不敢輕易接單。2顆超大渦輪死死卡在引擎室最深處，周邊被無數的隔熱板、管線、電腦盒跟感應器密密麻麻的包圍。空間擠到幾乎連一張名片都塞不進去，加上這顆 V 飛2巨獸的重量重到誇張，連修車廠的頂車機、頂高機撐起來都在瑟瑟發抖。至於零件價格，那更不用說了，根本是天價，而且100%要從德國原廠專案进口訂購。更慘的是，台灣夏天熱到爆，這種超高溫的熱害配上它那極度敏感的電子系統，只要一個環節短路，整台車的電腦系統直接集體罷工。毫無疑問 ，M285 是德國引擎工藝的歷史里程碑，但它同時也用血淋淋的代價警告所有人，頂級奢華跟後勤維修從來就不是同路人。
最後來看看 Smart 的 0.6 升与 0.7 升3缸涡轮引擎。这顆搭載在第一代 Smart 身上的心臟，雖然完美體現了在極小空間內塞入渦輪的空間美學，但代價卻是慘痛的耐用度。當初這台車打着都會通勤神車的招牌風光上市，結果沒多久就演變成修車廠師傅的終極噩夢。這顆精巧的3缸渦輪機熱害嚴重到不可思議，尤其是它被死死塞在車尾後軸上方的極度狹窄空間裡，散熱效果基本上是零。這不僅讓引擎室的工作溫度天天都在破表邊緣瘋狂試探，也讓任何維修保養都變得極度難下手。台灣車主最常遇到的地獄循環就是細門式蓋墊片漏油、渦輪提早下課，還有活塞提早磨損、爆活塞。更誇張的是它那失控的吃機油通病，很多車主開個幾百公里就要打開後車廂加機油，簡直把4行程汽車當成2行程黨，車在養。到後來專修 Smart 的外廠師傅們落引擎大修，幾乎練到變成了日常的例行公事。這兩顆引擎用血淋淋的教訓告訴我們，盲目追求小排量，在現實世界裡往往只會換來車主無言的眼淚。再來看看歐寶 Opel 的 3.0 與 3.2 升 V6 引擎。這顆出自 GM 集團 Ecotec 家族的心臟，當年是歐寶跟 Saab 紳寶跨國合作的結晶。原本目的是想打造出一顆運轉精緻、有高級感的中大型車，用 V6 引擎。結果一上路，它帶給黑手師傅的只有無限的頭痛。當年這顆引擎搭載在 Omega B 或 Vectra B 身上，因為引擎室空間塞得太滿，動線極差，光是換一條正時皮帶，就能讓師傅在車頭罰站好幾個小時，徹底考驗耐心。但更慘的是，它還滿身通病，嚴重的熱害問題，機油冷卻器漏水漏油，凸輪軸感，硬氣動不動就罷工，還有进氣歧管墊片老化脆化漏氣，直接讓它變成修車廠的重症小組常客。最讓人崩潰的，莫過於那組結構設計的像迷宮一樣的进氣歧管，俗稱歧管總成。每次維修，師傅都必須大費周章把它整個拆掉，而大卸八塊的目的，往往只是為了換個火星塞或小感應器這種微不足道的消耗品。直到今天，台灣很多老字號黑手師傅提到這顆歐寶 V6，心裡都還帶着一絲敬畏，絕對不是因為它馬力有多猛，而是因為它那反人類的維修地獄。接下來看這顆 BMW N24 缸渦輪引擎。當年他扛着新時代高效率的招牌登場，準備全面接替 BMW 傲視群雄的經典直列6缸自然進氣引擎。然而，在科技進步的糖衣背後，卻藏了滿滿的災情。特別是這顆 2.0 升排氣量的版本，因為先天設計缺陷，很多車開到中後期就會引爆一堆讓人傾家蕩產的大魔王通病。拔得頭籌的就是那條惡名昭彰的正時鏈條，因為張力器設計不良，加上塑料導鏈板材質太環保，很多車開不到10萬公里導板就直接碎掉。一旦鏈條鬆掉跳齒，活塞直接去撞氣門，整顆引擎當場報廢。不止這樣，它還有大小波絲磨損、軸承損壞、汽油稀釋機油導致的機油變質，以及高溫下動不動就提早下課的渦輪。許多台灣外廠師傅也反映，這顆引擎在長時間高速行駛時，油路系統的機油壓力很容易出問題。如果車主又剛好延誤保養，下場就是直接縮缸。雖然 N20 在紙面數據上靠着缸內直噴和優異的省油表現大放異彩，但在現實世界裡，它完美示範了什麼叫做耐用度測試沒做好。科技創新直接變自產烏龍。看到這裡，結論已經很清楚了。德國工程師確實是天才，但有時候他們真的想太多，玩過頭了。今天盤點的這15顆引擎究竟是科技結晶，還是移動噩夢？完全取決於你是握着方向盤踩油門的那個人，還是拿着扳手在修車廠流眼淚的那位。如果是你，哪一顆引擎打死你都絕對不想拆開？歡迎在下方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感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期見。